大家好呀，我是云飞。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肯定会用到一样东西——鼠标。在选购的时候，我想也有挺多人会纠结应该怎么选。这里我不讨论游戏鼠标，我们只看咱们办公使用的生产力鼠标。大家或许听过大名鼎鼎的罗技大师系列，也知道最好的触摸板是 Mac 的触摸板。那么它们之间谁会更好用呢？一个是大家都推荐的罗技办公顶级鼠标，一个是用了就再也回不去，说其他都是垃圾的苹果触摸板。一个个说自己最牛，那么从我的实际体验来说，谁会更适合一个既要写稿子又剪辑的自媒体 UP 主呢？那么点赞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谁强谁弱。这两个都是我自己购买的，在价格上，苹果的触摸板是妙控版3，拼多多699购入；罗技的 MS Master 3S 是某宝购入的 Mac 版，比普通版贵了很多啊，要539。总的来说，在价格上差的不是很多。我是一直使用罗技大师的。之前的出了点问题，就换用了罗技的 M590，在功能上其实差不多，但那个太小了。在今年我还是换了新的 Master 3S， 用的时候很舒服，但是我用的可是 MacBook Pro 啊，在外出的时候会用到自带的触摸板剪辑视频，就会感觉很爽，用起来也很舒服。我就魔怔了一样，想给自己配一个触摸板，又是因为我电脑位置摆放的原因，所以真的要用触摸板还不太好用自带的，真就得整一个。在 B 站搜索，大家都说好，所以也就下定决心充了一个。到手之后发现好像和预期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觉得有必要来和大家说说我的实际体验的情况。先来介绍大家熟悉的罗技 MS Master 3S， 人体工学造型确实挺符合手部的一个放置，大拇指放在这块凸出来的区域，我们常见的鼠标是没有这块区域的，大拇指也不具备任何的可操作性，而罗技的在这一块设计了3个自定义的按钮，一个滚轮。这3个自定义的按钮配合软件，在 Mac 上面就有非常多的操作空间。比如说，我就设置了下按是最新任务，前按是程序屋，后按是显示桌面。这虽然在键盘上面都有快捷键，但确实在鼠标上你使用习惯了，很多下意识就搞定了，会很提升这个效率。增加的滚轮在剪辑视频的时候，滑动时间线是非常方便的，中间的握持都是一样的。这个滚轮大家估计也挺熟悉，就简单说一下，可以切换段落滚动和无极滚动。我是挺喜欢无极滚动的，在段落的模式下也可以快速滚动到无极。它还可以按下，我设置的是截图，也很方便。它的人体工学除了大拇指，还有无名指和小拇指，因为这里就专门多出了一块小弧线，刚好你就可以很舒服的放在上面。整体使用的话就非常的便携，也非常舒适。在它软件里面，每个单独的软件都可以设置不同的快捷键，以提高效率。比如说这个，现在这个就是 Final Cut 的，然后它是重做前进、手势这些时间轴。然后这个是 Excel 的，然后我还设置了小米云服务的。这个就是我自定义的一个键盘快捷键，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然后如果我要在其他的这个软件里面，比如说这个里面，咱们再重新的设置一下，也是非常简单。这个，然后这前进可以自己，也可以自己自定义或者新建刷新，这些都可以，就非常方便。我在使用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它的设计上没有什么不足，而且它很轻。唯一的一个 bug 就是有的时候软件可能没有设置好，快捷键会掉。在一开始的时候，我遇到过几次没反应。而妙控版3代讲真的和我想象的落差是有的。第一个点，因为 Mac 笔记本的触摸板是内置的，位置是固定的，触控采样率、触摸的震感的模拟都非常的完美，确实称得上是第一，没有其他。我想的是触摸板应该也可以有同等级的体验吧，或者说面积更大，应该会有更好的体验，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差距比较大的就是反应的速度，反馈在你的视觉上面就是好像不是那么跟手，特别是在大屏上面。因为是蓝牙连接的嘛，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使用官方送的 Type-C 转苹果线就会大大改善。还有就是位置的摆放，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像笔记本那样摆放的，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呢，就会不小心碰到触摸板，这在码字的时候就是灾难，写着写着不小心就到其他地方了，所以只能放在键盘的右侧，这个位置也没有什么毛病，也可以很方便的发挥出触摸板的手势，这是它最优雅的时刻。配合苹果超强的震感模拟，讲真的，这真的是一块超级突破你想象的板子。在没有接触 Mac 的触摸板之前，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机子的震感模拟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就是你按在哪里，哪里就会传来真实按压下去的感觉，而且是两段式的。如果不是眼睛告诉我它其实压根就没有动过，我真的是相信不了这是模拟出来的。就是苹果牛的地方，但在剪辑的时候，说实话，触摸板它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一是因为它这个板子就是好看是极简，但讲真的不太符合人体工学。你实际长时间的需要移动鼠标的话，一个指尖摩擦的就非常的多，一个手部保持这样的动作也很累。再一个就是剪辑的时候精度不是很合适，确实没有鼠标好用。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的话，我会在剪辑的场景里面毫不犹豫的选择使用逻辑大师，其他场景倒是都可以选择。你如果是长时间工作，一定会使用很久时间的话，那么还是选择逻辑。选择触控板，在我看来，适合那些看看网页、写写文字的工作者，讲究桌面的好看简约，不然真的不太合适。或者购买了 Mac Mini 之类的小主机，你购入它是合适的。在绝大部分的长时间工作里面，建议大家还是选择逻辑这款，轻，然后自定义，长时间使用舒服。除了快捷键的那个小问题，其他的也就是做工方面没有那么极致，黑色的比较沾灰，其他的也没啥了。然后就是大家这个应该都会知道的一个跨屏协作的一个功能，把两边的这个 floor 都已经打开来。好，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这个鼠标啊，在这儿。好，我们上去。在上去的一瞬间，它会卡一下，下来的一瞬间也会卡一下。就是现在在这里，好，我现在要下去，我到这儿，哎，然后稍微有一点飘，然后我们再上去，来，你看，它是飘到这边去了。就这个型号的，我买了2个了，送了一个给我的小伙伴使用。可以看出我是真爱了。这个是普通版，这个是 Mac 版，颜色会深一点，然后普通版就是偏灰一些。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贵，你也可以购买罗技的 M590试试。那个我使用了2年半，哎，讲真的就使用了1年半。除了人体工学没有大师好，小了一点，其他的自定义按键也挺多的，也基本上可以满足，反正各个价位都有合适的产品。希望我今天的这个对比可以帮助到大家了解逻辑大师鼠标和苹果的触摸板，只是个人主观的使用感受，希望可以帮助到你。我是云飞，如果大家在本期视频里面有所收获，请务必点赞、投币支持，这会帮助我产出更多有意思的视频。要知道，你的支持就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